老实说，我们直接摊开财报来看最准。宝瑞的经营团队这阵子不断向市场描绘 Vision 2025那种完美的扩张蓝图，但刚出炉的2026年第一季成绩单，绝对是一记打醒市场的响亮警钟。经历了这么激烈的并购扩张，高昂的整合代价，现在正无情地侵蚀着他们的底线利润。伊利恩，你没听错，这就是宝瑞2026年第一季交出的单季 EPS。对于一家长期被大家视为生技股资优生的公司来说，这种断崖式的暴跌真的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巨大风险。我们仔细拆解背后的两大失血点，其实非常明确。第一，马里兰厂进行了长达6周的彻底大检修，这段期间可以说是完全零产出，但你别忘了沉重的折旧跟员工薪资照样得付啊。第二，他们认列了关联企业泰福高达1.29亿台币的亏损，这赤裸裸地证明了一件事：高速并购打下来的版图虽然看起来很庞大，但短期的获利能力其实是非常脆弱的。等一下，真的不能只看表面数字。这个0.21的获利缩水，其实完全是为了长远布局所做的短期战术性阵痛。马里兰厂为什么要税收？那是为了迎接更高阶产线的必要升级啊！你把视野放大到整个北美，宝瑞现在可是手握横跨美国与加拿大的11个生产基地。在全球地缘政治这么紧绷、去全球化浪潮席卷的时候，宝瑞这一步棋精准吃下了高达70%营收来自北美的美国制造巨大红利。有了这种在北美深水区的绝对在地生产优势，短期的 EPS 波动，说真的根本微不足道。而且你注意看，他们为了支撑这个北美大版图，展现了多么高阶的财务工程手段。董事会才刚通过成立全资的 BVI 子公司 Bora Global Ltd， 而且是一口气直接注资4000万美元进去。这个海外资金池的设计简直太聪明了，它不仅能直接在海外调节美元曝险，完美对冲汇差，更关键的是，未来如果在国际上看到好的并购标的，资金可以直接在海外灵活调度，完全避开台湾投审会那种冗长又充满变数的审查流程。这等于是帮宝瑞建立起了一个不受地缘干扰的强韧生态系。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解构一下这道护城河，特别是他们在大分子领域的这场豪赌，看看真实的代价到底是什么。战略上，宝瑞收购 Macrogenics 取得的 Rockville 厂，确实号称能跟马里兰厂搭配，做到从原料药到无菌充填的一条龙服务。但实物面上呢，大分子生物药对良率的要求极度严苛，跨厂区的合规认证，还有那条陡峭到不行的学习曲线，这中间隐藏的整合成本绝对超乎想象。但你换个角度想，在美国东岸能一口气拥有11000公升，包含5个2000公升和2个500公升的一次性生物反应器代工厂，根本是凤毛麟角啊！这种极端的产能稀缺性，能够大幅缩短客户新药上市的时间，这才是真正的终极武器。没错，这也完美印证了宝瑞为什么能成功从低毛利的学名药一路跃升到掌握高定价权的专科药市场。就拿专科药板块的王牌 Vicia-Fide 来说好了，它主打绝对精准的剂量浓度，直接切入病患痛点。结果呢，不仅在规模高达100亿美元的第一市场中强势抢下85%的惊人市占率，第二季带动的不重复患者更是暴增了140%，这完全是挺教的肌肉跟硬核制药技术的完美融合啊！市占率飙升数字看起来当然很漂亮，但我必须提醒，隐忧就在这里。他们在美国前50大通路的覆盖率高达80%。当你把这么高毛利的营收重度绑定在那些拥有绝对话语权的超级医保跟连锁通路手上时，宝瑞未来会不会面临被大型通路反向剥削、失去议价权的巨大压力？而且为了维持这80%的覆盖率，长期的销售跟行销费用是不是会像滚雪球一样不断膨胀，最后反噬掉利润？这可是价值链跃升后必须面对的残酷商业现实。所以我们必须来场承诺与现实的财务深度体检，直接把 Vision 2025的愿景跟2026第一季的真实状况拿来对决，把承诺跟现实一对比，落差真的很明显。马里兰厂虽然达标取得了北美无菌针剂基地，但那6周的大税收严重拖累了获利。本来期望能补足大分子研发量能的泰福，首季就先送上1.29亿的业外亏损大礼。更别提最关键的专科新药 Cletribie 上市进度严重落后预期，管理层明明定调今年是整合年，却又一时发动补强型并购，这种一手含整合，一手开高杠杆扩张的资本配置逻辑，难道没有矛盾吗？看财报绝对不能只被 EPS 的账面杂音给带着走。来看看这个数字 34.74%，这是他们的营运现金流利润率，这才是宝瑞真正的底气所在。
你想象一下，在经历了这么多宗大型跨国并购，吞下太府的亏损，还挺过了停工检修之后，他们底层的现金引擎居然还能维持这么强大的运转效率，这证明了宝瑞不只是一个很会买的公司，他们更具备强悍的现金回收能力，这绝对是支撑他们营运韧性的最强防护罩。这就带我们进入下一个关键探讨，从单纯卖劳力的体力财进化到技术财的 MSAT 演化论，这也是 CRDMO 真正的技术护城河。现金流虽然能防御，但真正能拉开跟全球竞争对手差距的是制造科学与技术，也就是所谓的 MSAT 团队。宝瑞吸收了140名具备10年以上经验的顶尖科学家，而且导入 AI 工具，专攻改良式研发跟制程优化。宝瑞的策略很聪明，他们不去烧大钱冒大风险做全新的新药盲测，而是把高阶研发技术直接装进跨国量产的瓶颈环节里，打造出 ADC 与大分子药物极致的良率一致性。这才是别人绝对偷不走、学不来的技术才。不过，集团把宝贵的资金分配到保健品板块，去并购晨辉跟威德，这真的难免会让人质疑，是不是分散了高资本支出的 CDMO 营运焦点？这你可能就没看透了，这其实是技术赋能品牌的极致操作啊！你想想看，把宝瑞严谨的制药底子，加上晨辉独家的 Ancaside 568专利成分，直接打包装进威德庞大的全球通路里面，用这种生技等级的硬核技术来背书，瞬间就能击穿国际市场的信任门槛。这完全用最低的扩张成本去撬动最高终端价值的超高效率捷径。那么究竟这一切的布局何时能开花结果？那么来看看迈向2026下半年的复苏信号。经历了第一季的低谷，下半年的复苏动能可以说是极具爆发力的。你看看这个对比，目前宝瑞手上手握的积压订单高达惊人的3.15亿美元，这远远超过了第一季新增的2720万美元新单。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砸重金扩充的每产能根本不愁没人买单，只要第一季的税收一结束，产线活力全开，这庞大的订单水位立刻就会转化成下半年实实在在的营收跟获利。话是这么说没错，但要安然吃下这些订单，度过扩张阵痛期，宝瑞还是得先稳稳走过一条财务钢索。首先，他们必须精准执行发行可转换公司债，也就是 CB 来借新还旧，迅速把因为并购而飙升的负债比跟利息压力给降下来。第二，得向市场证明 Rockville 厂那11000公升的庞大产能真的能被高毛利的订单快速填满，不然折旧绝对会吃垮净利。第三，保健品事业体的并表中效必须如期兑现，这3个去杠杆跟优化的步骤真的是缺一不可。没错，从一家台湾本土的学名药厂一路杀进全球生技核心的美国制造重镇，宝瑞的这场大扩张绝对是野心与风险并存。当 MSTA 团队的 AI 制程全面展现威力，当大分子生物药的庞大产能开始被全球巨头填满时，最大的考验才正要揭晓。宝瑞多年来累积的技术底蕴，究竟能不能完全覆盖掉短期的财务杠杆与整合阵痛，让这头生技巨兽在2027年强势重返双位数的有机成长？这个悬念绝对值得我们持续紧盯下去。